如果你最近有在看吉隆坡 Cochrane、马鲁利、Sunway Velocity 这一带的新项目，那你会发现选择其实真的很多。那我们有这个 Sunway Cochrane、Sunway Velocity Tree、Banastra Cochrane， 还有 Armani Elderwood。那如果我们看地图的话啦，就会看到其实它们的位置好像都差不多，都靠近这个 TRX， 有 MRT 也有商场的。但是真正放在一起比较的话啦，你会发现他们的产品定位、买家类型，还有未来的这个租客群体呢，其实都不一样的。所以今天我就一次过的带大家比较这4个项目，从这个位置、产权、户型、密度，还有价格、交房时间到出租的逻辑，看看哪一个更加适合你。如果你正在考虑 Cochrane、马鲁利或者 TRX 周边的房产，这支影片可以先看完，再决定哪几个值得你进一步的了解。那在开始比较这4个项目之前，我们先了解一下为什么这几年越来越多的 developer 会集中在这个 Cochrane、马鲁利这一带啦。那其实这一带最大的优势就是它的位置靠近 KL City Centre 的发展核心，而且生活配套已经是很成熟了。那我现在的位置就是在 Sunway Velocity Mall， 那所以我们今天就以 Sunway Velocity Mall 作为视频的中心点。那这里呢，它的周边就有 IKEA Cheras、MyTown、Aeon 马鲁利，还有 Sunway Medical Center、Sunway College， 还有这个酒店、办公室，再加上 MRT 和 LRT， 基本上日常生活需要的东西都是已经齐全了啦。很多人以前听到 Cheras 会觉得距离 KL 市中心是很远的，那其实 Cheras 本身是非常大的，而 Cochrane 马鲁利这一带呢，就属于非常靠近 KL 市中心的地段啦。所以这里未来面对的这个租客，也不只是 Cheras 本地的居民啦，还包括在这个 TRX、Bukit Bintang、KL City Centre 工作的专业人士、外籍人士、年轻上班族和小家庭。那我们现在开始一个一个项目的位置来看啦。首先看的是 Armani Elderwood。那我们以商场为中心点的话啦，从这个 Main Atrium 这里有一条连廊，那我们走过这条连廊的对面路，我们就可以看到 Armani Elderwood 了。所以这条是Jalan Cheras主要的公路了。那对面的话，我们看到这一条路直进去大概走350米，我们就可以到达 Armani Elderwood 的项目位置了。那我们再看一下，这条是Jalan Cheras， 那 Aeon 马鲁利就在这里了，永旺商场在这里，然后呢，前面这一块黑色的，那它就是马鲁利的 MRT， 以及再前一点的就是 LRT line 了。走进来这里就是叫做Jalan Peel， 再进去一点呢，我们就可以看到这个Sunway Velocity Tree， 还有 Banastra Cochrane， 还有 Sunway Cochrane 都在那一 side 的啦。好，我们再走前一点，那这里的最大的交通优势就是 MRT 加 LRT 双轨。如果你平时除了坐 MRT 也会使用 Ampang Line 的话呢，这一点其实是很方便的。今天就是沉浸式的走路。那 Elderwood 它跟另外3个项目最大的区别就是它的规模真的是很小啦。整个项目只有 0.50 个 acres， 那只有一栋楼，总共186个单位啦。那它里面就包括了67个 suites 以及119间的 service apartment 啦。所以看一下这一条人行道它是直接去到这个 MRT 和 LRT 马鲁利 line 的还有这一个有盖的人行走道啦。那我们再转过来这里，现在我们已经是在商场的对面了。
走进去大概一个350米就能够到 Armani Elderwood 了。另外，我觉得 Elderwood 的大户型是一个值得特别拿出来讲的卖点了。那它最大做到1596平方尺，在 KLCC 的周边新项目是要，如果你要找1500平方尺以上，又不是直接进入超级豪宅价位的产品，其实选择已经是越来越少了。所以，如果是家庭买家，父母和孩子一起住的话呢，或者未来考虑2代同住，它的空间优势就会比较的明显啦。当然 ，Elderwood 它也有它取舍的地方。那第一，它是立抽；第二，如果你是特别看重 developer 品牌，那在这个区域里面呢，3V的市场它的认知度当然会比较高啦。所以，如果让我简单的总结 Elderwood 的话，那它就是走路就能到这一个伟乐城，然后它是低密度大户型选择多啦，同时又保留小面积和 Dual Key 的灵活性。整体会比较偏向居住感。OK， 我们已经回到来 Velocity Mall。那如果你对具体的这个 Elderwood 具体的单位、最新价格还有 package 有兴趣的话呢，可以再找我了解，因为 promotion 和库存都会随时调整的哦。OK， 接下来我们就讲3V Velocity Tree 了。那3V Velocity Tree 最大的优势呢，我觉得一定要放回整个3V Velocity 来看啦。因为买3V Velocity 的房子的话啦，真正的价值从来不只是一栋住宅，而是整个3V Velocity。那它是已经有这个 shopping mall、medical center、hotel， 还有 office， 还有 college， 再加上这个 MRT 和 LRT 的连接，那整个3V Velocity 的这个生活圈就在这里了。那刚才我们是从这里走过来，就是那个 Armani Elderwood 是在这个方向的啦。如果说 Velocity Tree， 我们就在这里的连廊走进去，而 Banasra Cochrane 和3V Cochrane 就在另外一边的连廊啦。好，我们现在进去这个3V Velocity Tree 的连廊看一看。指示牌3V Velocity 2是在这里进去的，然后 Tree 它就在2的后面了。那我们转过来这里看一看，那前面就是 Jalan Cheras 啦。Aeon 是在那个方向啦，马路里 MRT 和 LRT 是在那个方向啦，所以过来这里看一下，3V College 就在这里了。那3V Velocity 2它有4栋楼 ABCD 就在这里，然后3V Velocity 3就在它的后面了。这个是 Office 来的哈。好。然后再转过来一下，给你们看一下，看到吗？这个 TRS 就在这个位置，所以呢，如果是从马路里的 MRT 过去 TRS 的话，是2站就到；而如果在那个 Cochrane 的 MRT 1站就能够到 TRS 金融中心的哈。那可以看到 Velocity 2的楼下也是有很多这种 retail shop。然后餐饮楼下都是，楼上2层都是啦。那这个3V Velocity 3它也会有一个连廊，直接连接到 Velocity 2，然后再从 Velocity 2走过去那个3V Velocity Mall 的哈。我们差不多要看到这个 Velocity 3了。那3V Velocity 3就在这里了，它的塔楼 A 和塔楼 B 已经封顶了。3V Velocity 3目前是有2栋住宅的啦，那塔楼 A 和塔楼 B 都是60层楼高的，总共有1604个单位啦。那是今天这4个项目里面户数最多的，所以如果你非常介意高密度这个一定要先知道啦。但是反过来，它为什么还是很有竞争力呢？那第一个就是价格和面积的组合啦。那它主要呢就有3个户型，大约726平方尺，2房2卫；926平方尺，3房3卫，以及1076平方尺，3加1房2卫浴的。参考价格大约是70多万至100万 plus 这样子啦。
当然了，大家在看这支影片的时候，实际的价格和 package 一定要再看 developer 当时最新的库存。那如果你有兴趣要知道、要了解更多的话呢，你可以联系我以上的号码。单看这个产品的结构，你会发现 Velocity Tree 其实给的空间是不小的啦，尤其是926平方尺已经做到3房，而1076平方尺可以做到3加1房。所以对于一些预算没有想拉太高，但是又不想买500、600平方尺小单位的客户呢，这个产品是很容易理解的啦。那Sunway Velocity Tree 它的这个 Tower A 和 B 它的其中另外一个优势啦，就是交房的时间预计是在Q2 2028年。在今天这4个项目里面呢，它预计是最早交房的。如果你是想比较早拿钥匙，比较早自己住，或者比较早开始出租，那这个时间差其实是很重要的。因为 Banastra 预计到2031年交房，Elderwood 是在2030年，而Sunway Cochrane 是在2029年。Sunway Velocity Tree 它就是在 Q2 的2028年了。那Sunway Velocity Tree 还有一个优势，就是它的管理费。目前它的管理费呢是3毛钱 per square feet 的，包括这一个sinking fund，也是今天这几个项目里面是比较低的 maintenance fees 的啦。那长期持有的时候呢，这种每个月的固定成本也应该一起算的啦。所以 Velocity Tree 比较适合哪一种买家呢？我觉得第一种就是预算比较敏感，但是又想买Sunway品牌的人。第二种呢，就是不想买太小，希望700到1000平方尺左右，有真正的2房、3房的空间的客户。那第三种呢，就是希望比较早交房的人啦。那每一个项目呢，它有优点，也是会有弱点的啦。那Sunway Velocity Tree 的弱点呢，也是很直接的啦，就是 leasehold， 还有呢，它的密度会比较高。所以如果你一定要 freehold 的话，或者非常不喜欢大型住宅项目，那就可以直接把它排到后一点啦。但是如果你的重点是Sunway品牌，然后价格，然后空间和较早交房的话， Velocity Tree 其实是一个很有竞争力的选择来的。OK， 接下来我们去看Sunway Cochrane 以及 Banastra Cochrane 的位置。那这一条就是南京街了。那南京街的旁边两边你可以看到很多的美食 restaurant 餐馆。那这一些呢，就是 office 来的啦。那我们可以看到那个连接桥廊就是在这里进去右手边就是那个连接桥廊。然后我们转一转，这里看一下，Sunway Medical Center 就在这里了。那前面一点呢，还有一个Sunway Hotel 的那还有呢，就是这个Sunway的住宅第一期是在这个 mall 的这个位置这里进去的啦。然后如果说要去那个 medical center， 其实可以在这个连廊，这里有一个走廊，连廊一直直接走到尽头就是那个 medical center 的入口了，非常的方便而那个Sunway学院呢，就在刚才那个 Velocity 2那个连廊那边的位置了。好，继续过去 Cochrane， 看看那个Sunway Cochrane 以及 Banastra Cochrane 的位置看到吗？ Cochrane Station MRT Station 也是直接从这里过去，就是可以进去那个地底下的 MRT Station 了。好，可以看到 TRX 金融中心离我们越来越近了。然后 MyTown 还有那 IKEA 就在这个位置了。Sunway Velocity 2， 还有一些比较旧一点的店这些 kopitiam， 我们华人传统的 kopitiam， 非常有历史年代的味道。
那如果说 Velocity Tree 是三位整个 Velocity Township 里面比较讲性价比的一款产品，那三位 Cochrane 的话呢，我会觉得它明显是在往上走一个定位。那第一个最重要的区别就是三位 Cochrane 它是 freehold 来的。好，我前面一点就是它的那个项目的位置了。好，我们来到这个位置，看到吗？这整个就是 Cochrane 了。那个 OK， 过来这里看一下先哈。IKEA 还有 MyTown 就在前面这里了。MyTown 那 IKEA， 所以三位 Cochrane 它基本上就是在这个 MyTown 的对面啦。看到吗？如火如荼的在建造中。那整个项目呢，就是5.4 acre， 有2栋住宅，总共1296间单位啦。Tower A 大约有54层 ，Tower B 大约55层，每层有14个单位，5加1部电梯的啦。那密度当然不能说非常的低，但是跟 Velocity Tree 比较的话呢，它会比较舒服一点啦。三位 Cochrane 它的户型从650平方尺开始了，那它就是650平方尺是1家1房1卫，然后732平方尺2房2卫，872平方尺2家1房2卫，以及最大的1001平方尺3房2卫的啦。我个人认为啦，三位 Cochrane 它整体的产品呢是比较城市型，没有特别追求超级大的面积，而是把面积控制在比较容易自住也比较容易出租的范围啦。但是三位 Cochrane 真正厉害的地方，我觉得是 location 和 connectivity， 就是它的位置和它的连通性啦。那60米呢就有一个连接的天桥，直接连接到 Cochrane MRT， 然后210米呢就到三位 Velocity Mall。而且它不是单单的画一条虚线告诉你附近就有 MRT， 而是整个三位 Velocity 本来就有一套有盖的人行天桥网络，把 Cochrane MRT、马鲁利 MRT、LRT 还有这个 Shopping Mall 还有 Medical Center、College、Office 和这个 Hotel 连接一起的。那这个对于自住的人来说是相当的方便的啦。那不知不觉已经走到来这个 Cochrane 的 MRT 了。那看一下我的后面。就是这个 MRT 站，然后呢 MyTown 就在后面了。那这个 Cochrane MRT 去 TRX 是1站而已然后再下一站的话呢就是 Bukit Bintang， 所以未来比较直接的住客群就是这个 TRX 还有 Bukit Bintang、KL City Centre 上班的专业人士。而且三位本身的这个 Medical Center、Office 和 College 也会形成一部分内部的租赁需求的啦。如果客户问我 Joyce， 我没有一定要买最低价，我想要一个比较全面的，自己住可以，未来出租也可以，发展商方面我要大家熟悉的，然后我要 freehold 的 MRT 我也要，商场我也要。那今天这4个项目里面，三位 Cochrane 通常会是我第一个拿出来认真比较的啦。当然它不是没有缺点，那最大的问题就是当你把 freehold 三位品牌 MRT 连接成熟 township， 然后全部都放进去之后呢，它自然就不会是一个最便宜的项目啦。目前这个项目的价格650平方尺的合同价大约是从80多万起啦，那732平方尺从90多万起，872平方尺从114万起，1001平方尺大约是从130多万起啦。如果讲综合条件的话，我会把三位 Cochrane 定义成今天4个里面最平均、最全面的一款产品。说到最后一个 Banastra Cochrane， 那 Banastra Cochrane 呢，它就很有意思，它就在这个三位 Cochrane 的旁边而已。这个就是 Banastra Cochrane。那 Banastra Cochrane 呢，它就是最靠近MyTown 的啦，所以呢，它会有一个有盖的连接天桥，直接连接到MyTown这一边这里的住户就比较方便啦。你们可以直接用这个连接有盖连接天桥进来这个MyTown，然后走下地面就不用日晒雨淋，直接走到去 MRT 站了。Banastra Cochrane 它是有649平方尺2房2卫普通的户型，然后呢就是763平方尺已经可以做到2房2卫 Dual Key，
然后呢就是1008平方尺和1026平方尺，这2套呢就可以做成3房3卫 Dual Key 啦。很多人听到 Dual Key 就会觉得是不是因为可以租2份，所以一定很好。其实我觉得 Dual Key 真正的价值啦，是它给你的使用方式会比较多啦。比如说父母和孩子一起住，但是呢大家都想保留一点独立的空间，或者自己住 main unit 把另外一边出租，又或者整套出租，但是可以面对2种不同的租客。再或者孩子未来长大了，他有自己的独立的空间，所以 Dual Key 不只是投资概念，对于多代家庭其实也是一种生活方式。那 Banasra 另外一个很强的地方就是它的价格，目前649平方尺普通的2房大约从70多万起，那763平方尺的 Dual Key 大约是80多万起，而1001平方尺的价格也不超过130万。如果你想获取最新的配套及优惠，可以找以上的号码。项目销售配套随时都会调整的哈，所以大家真正购买的时候，一定以当时的 developer 最新的价格为准哈。OK， 我们现在来说一下 Banasra 比较适合什么客户。我个人觉得第一种就是一定要 freehold， 那第二种呢就是喜欢 Dual Key， 而且买房的时候已经有明确想出租的想法的。第3种呢，预算没有想拉到3位 Cochrane 那么高，但是又想留在 Cochrane 核心的范围。第4种呢，就是很喜欢这个 IKEA 麦套这一边的生活圈啦。好，我们进来避一避这个太阳，继续讲。那这一个 Banasra Cochrane 它的预计的交房的日期是在2031年的第2季度啦，是今天这几个项目里面比较晚的。如果你希望在2-3年内就拿房，这一点呢你就需要考虑了。而说到 Banasra， 我会把它定义为价格、freehold、Dual Key 和出租弹性都很有攻击力的一款产品。好了，来到视频的最后，如果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请帮我按个 like 以及关注我。我是 Joyce， 我们下个视频见，拜拜。